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立志要成为知名 YouTuber 的咩咩，一个游戏宅，不出家门的那种。这是我的第二期空洞骑士狮子哥的视频，因为我不习惯在打游戏的时候自言自语，所以说我的视频都是采用后期配音的。我的所有游戏的原视频呢，都会在我发出视频后的下一期发出来。当然，因为是后期配音，所以说我的口误可能会有些严重，希望大家谅解一下。这里是我在打完那一个小怪局以后，在那个整个地图转悠了大半圈后，找到了一个鹿角虫站。当然不叫鹿角虫站了，反正我是习惯性叫上一个版本的称呼。因为你看到我这里解锁以后呢，我是先去敲了一下这个铃铛，因为那个在旧版的时候呢，你在那个解锁鹿角虫以后，它会是敲铃铛才能把那个老鹿角虫给叫过来。但新版本以后呢，明显我文明了许多，对吧？然后在这里解锁了这个鹿角虫交通工具以后，然后呢，我就准备好往外走了。我这里上去以后，你们应该能看得到，我是在尝试往左边那个墙跳，因为它那边是有在发亮光的，所以说我以为那个地方有隐藏空间之类的，所以说我就一直在那里跳。但是我后来之后发现其实没有，我有点蠢。这里呢就是我是在探索一些那个我没去过的地方。因为一般来说我不看攻略视频，而且记忆不太好，所以说很多我去过但过不去的地方，我会反复过去一遍。所以说我花在路程上的时间是非常多的。也就是如果我玩一个游戏，我玩这个游戏我一口气玩了1个多小时之类的话，里面可能有半个小时，或者说是至少10分钟、20分钟，我都是在赶路的，都是在路上。所以说在剪视频的时候呢，我就会把这些赶路的过程给全部切掉。在这里呢，就是因为我看到这里有个缺口没有探索过，然后呢，我就去这个缺口去探索一下。但是到你们看到后面应该就知道了，我发现这个地方它其实过不去，但因为我记性不好，所以说我来这里又来了一遍。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一种疾病哈，但是我记性不好就会出现这种反复到一个地方的情况。但是我觉得这应该也没什么大的问题。我在这里呢把这个赶路的这个画面单独切出来呢，就是想跟你们说，如果你们在看我视频时发现我有什么地方又重复走过一遍的话，可以在那个评论区帮我指出来一下，也许能帮我个大忙，谢谢。其实这里我一开始都没有打算录进来的，因为这里我到这地方它纯粹就是浪费时间，我并没有得到任何新的东西，或者说至少是一个念珠，或者说是护符之类的都没有，只是在这里逛了一圈，然后一无所获，这算是一个失误的地方。但是把它剪到视频里面呢，是告诉我这上面有一个平台我没有去跳跃，就我说我可能少探索了一个地方，就提醒我一下，后一个视频在录制的时候还得过来这里再走一趟。
这就是我想给你们看的地方。它的这个碰撞箱，并不是说和这个人物是严丝合缝贴合的。你们到后来就知道了。你看接下来吧。就当这个虫子它撞向我的时候，我其实没有受到伤害，就是这里，它贴着我的脚过去了，但是我没有受到伤害。好了，然后可以注意一下这里，这个打完这个虫以后下去的时候，这有个平台，那个平台我没有跳上去，所以说我就说提醒我下一次要去跳上这个平台去看一眼，因为这上面是有个连通的通道的。好了，然后这一段的路程就没有什么可以探索的了，只是提醒我下一个视频，后一个视频要回来再录一遍而已。然后这里其实也是一个提醒我的地方。也就是说我在探索这段路程的时候，其实我已经不知道往哪里走了，就是在这里瞎逛而已。然后呢，往下跳的时候，如果没记错，我解锁了个电梯，然后就是解锁了个电梯，但是也没什么的了，因为这个解锁一个电梯并不代表着我解锁了一个新的地方，它只是给我解锁了一个新的到达一个地方的方式而已。好到哪里去？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自己，这里有一个电梯可以去探索。在这里存了一个档以后呢，我打算又坐电梯上去，试着说是能不能跳到那个平台。至于是什么平台呢，后面会给你们专门做一个标记。就是这里，你看到这个蚊子，我在想能不能劈这个蚊子，然后把自己弹到那个平台上面，然后可以去试一下，万一能解锁什么东西呢？跳下来就掉下来了。当时我还以为那个电梯就不会再下来了，我就在下面就看地图看往哪走，但没想到电梯又下来了。所以说我就这样坐电梯上又上去，继续该看往哪里走。在这里呢，就往上爬，可以捡到那个念珠。原版叫啥其实我不记得。然后这里有2个绳子是陷阱，旁边也是有个那个刺。但这里的念珠是非常可观的，毕竟在这里打个怪的话要打好多下，然后才能掉几颗，真的有些时候都不够买一个地图。然后这里还是很值得记录一下。
回到这个地方，拿完念珠以后呢，我是说想着再试一下能不能跳上那个方块的，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了。然后我就看我地图，就我在想我到底有什么地方还没探索到，因为一直没有解锁新的地图和新的地方。然后我看地图的时候，我在想我最新解锁的地方好像是生屋，然后呢就打算往生屋去走走看。那个就是最边边上的生屋，我要从水谷洞窑那地方爬到最远的生屋那。将所有地方转完以后，发现只有这个地方是能继续探索的了，所以说我就又回到这，然后又来打这个好像几乎不可能打败的 BOSS， 因为我已经在这里死了很多次了。但其实你们可以往下看看，它下面有个存档点，一定要记得存档，不然就会像我这样又要绕一大段路过去重新领那个我的灵魂，然后在下面存了档以后呢，会有2个可以被打破的牢门，然后里面呢有一个关着小偷的那个牢门，里面呢可以拿那个指针，可以用来射击这个 BOSS。
就是这个地方，一定要记得上去打破牢门后拿那个指针，不然这个 BOSS 是几乎不可能被打败的。就是这亮光的地方。然后左手边这个怪呢，其实你打不打都没关系，因为它的作用就只给你提供几点念珠而已。如果不是说很缺用念珠的话，可以不用打这个怪。
好了，视频马上就要完了。这猎着小径的探索的部分呢，我留到了下一期来做。又是一段折磨的开始。2,000 years later. Two thousand years later.